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华为 P50全系，我们把4个颜色全部都集齐了，首发体验。这次的 P 系列，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基本上是延迟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发布。但是好饭不怕晚，这次的 P 系列我们体验完了之后，改变之大让我惊讶。首先就是外观 ID 方面，大家之前对 P70 系列的感觉啊，其实除了精致，其他的外观 ID 的设计元素，你仔细想想，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印象。但是到 Mate 系列，你非常明显就记得那个大圆环啊，就星环的设计。所以这次的 P50 系列呢，它也使用了这个双环的一个设计。黑色的这个版本呢是统一性非常好的，也是我个人这次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啊，尤其是适合男生，因为它的这个双环的整个的金属边是淡淡的金色，然后白色的这一款呢，双影像单元下边这个底座的这个颜色啊，跟它后背的这个颜色有一点点色差。金色的这一款呢是第一个亮相的 P50 Pro， 是海豹款啊，非常的香槟色，我觉得特别适合女生啊，非常有气质。粉色也是华为的一个基础色啊，它的饱和度呢稍微的偏高那么一点这个完全就看个人喜好了。这次在外观 ID 的 SKU 上其实是大幅减少了，因为之前啊又有什么素皮的版本啊，又有什么 AG 的版本啊，还有什么渐变的版本啊，这次全部都取消了，全部都是纯色的镜面。我个人觉得，如果加上一个 AG 的或者一个素皮的就好了，因为我不太喜欢沾染指纹。然后打到正面的话呢，这次改变也非常大。之前华为系的所有手机全部都是药丸的前置，这次非常提气啊，这个居中的一个挖孔屏，而且正面的颜值要比之前每一代华为手机颜值我觉得都要高，而且在曲率上这次也非常的克制，感觉这应该就算是微曲了啊。所以说在正面的两侧偏绿和偏暗的问题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啊。顶部它是有开孔的，所以全系都是双扬气的设计。这次呢，它全系还都是 IP68 的防水防尘啊，这一点上值得点赞啊。整个的这个机器呢，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轻薄，而且你打开屏幕的话，感觉不太像是华为的手机。改变之大让我惊讶啊！小号的 P50 呢，它是6.5寸啊，只有180克出头，然后8毫米都不到一个厚度。这个 Pro 版本啊，它也没有超过200克，195克，8.5毫米的厚度。电池方面呢，一个是4100的，一个是4360的电池，都是66瓦的快充。即便在体积和重量压缩不少之后，它在内部堆叠上面工艺应该是有提升的。然后在影像方面，华为这次推出了计算光学这个概念啊，这个解释起来有点枯燥，有点抽象，在后期的深测之中，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聊。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它解决了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在镜头模组缩小的情况下，依然达到更好的一个画质。因为这次的主摄传感器华为没有明说，我估计应该还是 MX700， 并没有改变啊，并没有上之前说的那个800啊。但是它整体的镜头模组的体积缩小了，要不然这个机器也不可能这次做的这么薄这么轻，对吧？但是在成像质量上，华为说还是有提升的。就比如说解析力、色准还有色相方面都是有提升的。在整个机圈都不太关注长焦的情况下，这次的 P50 依然是把10倍的光学防抖这颗镜头给放上了。它强调的这个双影像单元，下面这个是长焦，上面就是它的主摄模组。这次打开相机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之前取景框降分辨率的问题，这次是有一些改善的。但是在移动的时候，它这个果冻效果这一点，这个版本上并没有什么改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切换镜头之后，啊，这个动画。之前是经常有卡顿的，但是这次是干净利落一些。虽然没加动画，但是也没什么问题。现在是在10倍的情况下，我的手肯定是有一些自然抖动的，但是在画面里边你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是一个固定的一张图片。我们现在用10倍抓拍这个骑车的人，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是非常容易。关于屏幕啊，这个是华为手机一直都要讨论的一个点啊。这次呢，它依然还是一个周冬雨排列的屏幕，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华为它也用不了这个三星的钻排屏。这块屏幕呢，它加上了30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然后120赫兹的刷新率，居中的挖孔。其实整体的观感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要比那个 Mate 40 Pro 那个要更高一档啊，精细程度上要显示的更好一些。这块屏幕照之前华为系的手机给你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的曲率缩减了，前面我们也说了啊，所以说它两侧的这个观感上要好很多。而且在我体验中呢，我也发现啊，鸿蒙对于高刷屏的这个支持确实非常好，因为这台手机是华为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出厂就直接给你预装好了鸿蒙系统的这个手机，所以说在动画呀各个细节的这个动作方面都更加细腻一些，因为它已经达到了120赫兹的这个刷新率了嘛。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它的这个指纹的识别区域是稍微有一些低的，在这个位置啊，如果正常握持的话，在这儿其实是最好的。
然后就是处理器性能方面，这也是本期视频让我觉得非常难受的一个点啊。它是麒麟9000啊，应该是前一批全部都是麒麟9000的，然后后面就是骁龙888的了。不过这一次全部都是4G 手机啊，即便是麒麟9000，它自己的处理器也是4G 的版本。关于9000这个芯片呢，其实之前我们测试过好多次了，数据库你也都能看得到。然后之前我们也出过性能的横评，你都可以回去翻看。这台除了不支持5G 之外，全部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满血版本的麒麟9000。从这个处理器和制裁衍生出来一系列问题啊，其实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讲过，华为现在鸿蒙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那么多的手机搭载，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因为现在的整个华为的手机有点类似于自己的一个存量市场，用一台就少一台，即便是888，我估计这次也不可能全量的放货啊来进行供应，更何况你是一个4G 的手机，对吧？即便你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个优化，在整个这个大环境的进步下面，这也是对于购买者来说一个心理上的压力。你鸿蒙再厉害再流畅再细腻，但是没有手机，这一切都是白搭。所以华为针对这种情况，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服务啊，比如说它可以给之前的手机换内存，好像是300多块钱起步啊，这个你可以换成256G 的，或者说512G 的内存啊，直接去它官方门店就可以了。或者还有一些门店呢是支持换贝壳的，比如说手机磕了摔了是吧？你可以那个换成素皮的啊都行。哦，对了，还有个点，这次的P50系列全系啊，它都不送充电器了，那包装盒也是薄薄的，有点像 iPhone 那个包装盒。我也侧面了解了一下啊，这个其实好像也不是华为的本意啊。这个充电 IC 充电芯片那一块也是涉及到了一些制裁的问题，所以就没法再给这个充电器了。每聊到这儿就让人心情非常难受啊。OK，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手机啊，其实这次改变最大的就是它的外观 ID， 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这完完全全都不像是之前 P 系列的手机了，完全是换了一种风格。然后后背这个圆环设计呢，算是华为形成了自己家族化的一个特别明确的标识，就是星环啊，这个是2个环，然后 Mate 系列是1个大环。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啊，这个有这个运动员啪一拿起来一个大圆形，我一下就知道这是华为的手机，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它现在是把2个系列做了一个融合吧，就是都有这种元素了。整个手机的内部配置方面呢，该给你的也都给你了，基于一些大家都懂的原因所以有些点呢也确实没法突破。在影像方面呢，关于这个计算光学，后期我们会出深度的测评，好好跟大家聊一下，看看它到底提升有多少，看看它能让我们感知到底有多强。然后关于这场发布会呢，我看完之后吧，或者说整个这个 P50这个系列的手机啊，最让我不舒服、最让我难受的一个点，其实抛开手机就是5G 这件事啊。这次它连自己的芯片啊9000都不可以上5G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华为的手里是握着大把的这个5G 的专利的啊，它之所以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这个待遇，都是因为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制裁到他自己握着这么多5G 的专利都不能用5G，即便是自己的芯片也不可以啊，这个是非常意难平的一件事儿。当你强大到一定程度，威胁到它的时候，你的对手会不惜一切手段来去搞你，然后制裁你。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儿，很多时候科技它就是有国界的，没有必要心存幻想，幻想会发生一切美好的事情，幻想不限制你，只有走最艰难的路，才能看最美的风景。之前在 P50一直没有确定发布时间的时候，看网络上有很多讨论啊，说 P50系列可能是华为最后一台顶级旗舰了。但是我看完这次的 P50系列，看完它的计算光学，看完它整个 ID 设计方面的进化，我觉得一定不是。OK，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因为是首发体验，可能聊的并不是那么的精细。后面我们会推出华为 P50全系的深度测评，大家都关注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后续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 P50全系的实测数据都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数据库里面。不关注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